小腿上浮起來的那幾條青筋不是血管堵住，方向剛好相反。很多長輩看到小腿浮出一條一條彎彎曲曲的青筋，或是腳踝旁邊出現一片蜘蛛網一樣的細血管，第一句話都是我的血管是不是堵了？這個直覺可以理解，但他把病因整個講反了。青筋浮出來是血液回不去，不是血送不下去。這件事聽起來像在挑字眼，其實不是。你以為是堵住，就會往通血管化開它的方向去想，而那個方向對這個問題來說剛好是錯的。長輩真正最怕的那個堵住是另外一回事，它長在動脈，症狀完全不一樣，處理方式也完全不一樣。這一支影片要講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兩件事分開。更重要的是後面那一段抬腳還有穿彈性襪，這兩個幾乎人人都聽過的保養動作，對其中一種人有幫助，對另外一種人是醫院衛教單張上白紙黑字寫的禁忌。同一雙彈性襪對這兩種狀況是相反的。這句話到底怎麼回事？我後面會完整交代，不會讓你聽完還在猜。先把地基打好。我們的腿裡面有2套血管，一套動脈，一套靜脈，工作方向是相反的。動脈負責把心臟打出來的血送下去，帶着氧氣跟養分一路送到腳趾頭。靜脈負責把用過的血送回來，從腳底一路往上送回心臟。送下去有心臟幫忙推，比較輕鬆，送回來就辛苦了，因為要对抗地心引力。人站着的時候，腳離心臟有一段距離，血要往上爬，靠的是走路的时候，小腿肌肉一收一放，把靜脈擠一下，把血往上推。這個幫浦有多重要，用一個很生活的觀察就懂了。同樣是站着不動2個小時的人，腳最容易脹，最容易腫，反而是一直走來走去的人，腿的負擔比較小。因為走路的時候，小腿肌肉每收縮一次，就把靜脈裡的血往上擠一次，你不動它就不擠。長輩常說站久了腳很脹，那個脹不是錯覺，是血真的積在下面，擠上去以後，血為什麼不會又掉回來？因為靜脈裡面有一個一個的單向瓣膜。美國國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衛教講得很清楚，靜脈裡的單向瓣膜負責維持血液往心臟的方向流，瓣膜或是靜脈壁受損，血液才會倒流，才會淤積。所以靜脈曲張是什麼？是靜脈壁被撐開，靜脈壓升高，瓣膜關不緊，血液往下逆流，堆在小腿的淺層靜脈裡，靜脈被撐大撐彎，就變成你看到的那條青筋，它是回不去。周邊動脈阻塞又是什麼？是脂肪斑塊一年一年沉積在動脈的管壁上，把管腔愈擠愈窄，血送不到腳，組織拿不到足夠的氧氣。台中榮總的護理衛教就是這樣寫的，它其實是全身動脈粥狀硬化在腿上的表現，它是送不到，一個回不去，一個送不到，機轉剛好相反。這件事我在前面就先講明白，不吊你胃口，因為它是後面所有內容的地基。那瓣膜為什麼會關不緊？原因不止一个，年齡是其中之一。瓣膜跟靜脈壁用了幾十年，彈性本來就會下降，女性比男性容易發生，懷孕以及多次生產會讓骨盆腔的靜脈壓力升高，體重過重，負壓高，下肢靜脈的負擔就重，家族裡有人有你的機會也會高一些。以前得過深層靜脈血栓的人，瓣膜可能已經受過傷。還有一個因素，長輩最有感，就是久坐久站，缺乏活動。前面說過，小腿肌肉是靜脈的幫浦，你一直站着不動，或是一直坐着不動，這個幫浦就等於停工，血就一直積在下面。哪些人最容易碰到？其實從工作形態就看得出來，市場的攤商，廚房裡的廚師，站着上一整天課的老師，幫客人剪頭髮的美髮師，這些都是一站就好幾個小時，又不太能走動的工作。我要先說明，台灣查不到攤商、廚師、老師、美髮師這幾行的盛行率統計，所以這幾個只是生活化的舉例，不是說做這幾行的人一定會有，也不能配上什麼百分比。台灣有一份實證資料可以講，民國94年，也就是2005年，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在北部4家百貨公司做過一次調查，問卷涵蓋419名員工，實際做臨床檢查的有177人，結果是81%的服務人員檢查出有靜脈曲張。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嚇人，但要把後面那半句一起聽，這81%裡面大約60%屬於最輕微的等級，也就是只有微血管擴張，
另外，有 58% 的人已經出現明顯的不舒服，包括腿部疲勞、沉重感、疼痛或是抽筋。研究也发现，身體質量指數超過23，年資比較長的人風險比較高。我要特別講清楚，這是民國94年北部百貨業服務人員的資料，不是全台灣的盛行率。網絡上常看到台灣靜脈曲張超過20%，女性20%幾這種數字，我查過，那些多半是媒體跟診所網頁引述醫師的推估，找不到官方統計，所以我只用這份有年份、有樣本數的研究，不隨便加碼。那份研究還做了一件事，他們讓員工做10周，每天15分鐘的伸展操，結果體重、踝關節柔軟度、下肢不適的頻率、腳痛跟下背痛都有顯著改善。這不是說伸展操能把青筋消掉，是說讓腿動起來，對久站的人是有意義的。再來回答一個大家最想問的問題，青筋浮出來放着要不要緊？臨床上有一套分級叫做 CEAP， 把靜脈疾病的嚴重度從最輕排到最重，一共7個階段。最開始是完全沒有真相，看不出來也摸不出來。往上一級是微血管擴張跟網狀靜脈，也就是腳踝旁邊那片蜘蛛網狀的細紅絲。再往上是肉眼看得見的曲張靜脈，也就是那條彎彎凸凸浮起來的青筋。再往後就開始有實質的變化了，先是水腫、腳踝腫，傍晚特別明顯。水腫這一級很多人會漏掉，因為它常常早上消掉，傍晚又出現，看起來很像正常現象。一個簡單的觀察方式是看壓痕，襪口的鬆緊帶在小腿上留下的那一圈印子，如果過了很久還沒退，那就是有腫。再來是皮膚變化，色素沉着，皮膚變暗褐，濕疹，皮膚變硬。最後2級是潰瘍，一級是已經癒合過的潰瘍，一級是還在滲液還沒好的活動性潰瘍。蜘蛛網那一級臨床上多半是以觀察跟生活調整為主，但這句話我要講死一點，那是醫師看過判斷過的結果，不是你自己對着照片決定的。而且它只限單純外觀，沒有腫，沒有痛，沒有皮膚變色，沒有潰瘍的人，不是所有靜脈曲張放着都沒事。會這樣講是有原因的，靜脈曲張的人發生深部靜脈血栓的風險比沒有靜脈曲張的人高，醫學資料庫的數字大約是 5.3 倍。其他可能的併發症還有靜脈性潰瘍，還有表淺性血栓靜脈炎。為什麼靜脈曲張會跟血栓扯上關係？因為血流變慢，血一直堆在下面，本來就是形成血栓的條件之一。這不是說有靜脈曲張就一定會長血栓，是說幾率比一般人高。所以腿突然腫起來，突然痛起來的時候，不能只當成老毛病又發作。所以放着不管這4個字，永遠要由醫師來說，不是你自己說。還有幾個常見的說法也順便講一下。有人說靜脈曲張是女生的問題，男生不會有，這是錯的。女性比較容易發生，但男性一樣會有。也有人說那不過是不好看而已，穿長褲遮起来就好。從最輕的那一級來看，確實很多人只有外觀上的變化，可是他會沿着剛剛講的那個階梯慢慢往上走，尤其是本來就久站、體重又偏重的人。所以重點不是好不好看，是有沒有出現腫、痛、皮膚變色這些往上走的訊號。換到動脈這一端，它長得完全不一樣。台中榮總的周邊動脈阻塞衛教把它分成3個階段，初期最典型的表現叫做間歇性跛行，意思是走路走一段，小腿、大腿或是屁股開始酸、開始痛、開始抽筋，痛到走不下去，停下來休息幾分鐘，它自己就緩解了，然後你又可以再走。台北榮總心臟血管外科的說法也是這樣，運動走路的時候患肢不舒服，嚴重的時候痛到沒辦法施力，休息幾分鐘會自動緩解。這個走走停停的模式很關鍵，因為走路的時候肌肉需要更多氧氣，動脈窄了，送不夠就痛，停下來以後需氧量下降就不痛了。跛行還有一個很實用的觀察點，就是距離會愈來愈短，以前可以走到巷子口才要休息，後來走半條巷子就得停，再過一陣子走到自家門口就不行了。這種距離一路縮短的变化，比單獨一次的酸痛更值得跟醫師講。中度的時候不走路也會痛，還會出現無力、麻木，還有一個很多長輩會忽略的，肢體冰冷，摸起來就是比另外一隻腳涼。重度的時候皮膚顏色會變深，會出現潰瘍，傷口愈合不良。它的危險因子跟靜脈那一邊完全不同，是糖尿病、高血壓、
高血脂、抽煙，還有年紀大，特別是糖尿病跟抽煙這2項。如果你身上有接下来的內容，請你聽得更仔細一點。糖尿病這裡要多講一句，糖尿病的人末梢神經常常已經比較不敏感，本來該痛的訊號感覺不到，所以有些人是等到腳上出現爛掉的傷口，才知道那只腳缺血已經很久了。抽煙也一樣，煙讓血管收縮，對已經變窄的動脈是雪上加霜。這2種人如果又照着坊間的說法去抬腳、去穿壓力襪，風險是加倍的。那到底怎麼分？這裡我要先把一個流傳很廣的錯誤講掉。很多人說傷口好得特別慢就是動脈的問題，這句話是錯的。靜脈性潰瘍同樣很難癒合，而且靜脈性潰瘍還是下肢最常見的潰瘍類型。只看傷口好得快不快，會分錯邊。正確的分法是看位置加上伴隨的感覺，偏向動脈那一端的線索是這些。走一段路就要停下來休息，休息幾分鐘又能走。腳整天都冰冷，摸起來比另外一只腳涼。傷口長在腳趾、腳背或是腳的外側，腳背的脈搏摸起來很弱，腳抬高的時候反而更不舒服。偏向靜脈那一端的線索是這些：腳踝內側上方的皮膚變成暗褐色，小腿腫脹，傍晚跟站久之後更明顯，傷口也多半長在腳踝內側上方。腳抬高之後会覺得比較舒服，比較鬆。還有一個很好用的線索是時間，靜脈那一端的不舒服通常遇到傍晚愈明顯，站了一整天最脹，睡一晚起來會好一些。動脈那一端的人常常反過來，有些人會說晚上躺平了反而更痛，要把腳垂到床邊才睡得着。這2種模式差很多，去看診的時候把你的模式講給醫師聽，比你自己下結論有用太多。腳背的脈搏也可以自己摸摸看，位置大概在腳背中間偏內側，2只腳一起摸，比較左右兩邊。但這句話我要放在前面，摸不到不代表就有問題。有些人天生就不好摸，腳背比較厚的人也不好摸。這只是給你一個跟醫師描述狀況的依據，不是拿来自己判定的工具。我要非常強調一件事，上面這些不是診斷，這些現象的用途只有一個，就是提醒你該去看醫師，而且是掛心臟血管外科或是血管外科。因为外觀真的看不出來，2種問題也完全可能同時存在。一個人可以既有靜脈曲張又有動脈阻塞，真正能確定的只有血管超音波，還有一個叫做踝弓動脈壓比值的檢查，英文簡稱 ABI， 它就是量腳踝的血壓。再跟手臂的血壓相比，正常大約在 0.9 到 1.4 之間， 0.7 到 0.9 算輕度， 0.5 到 0.7 算中度，低於 0.5 算重度。這個檢查不痛，不用打針，門診就能做。這個比值為什麼有用？因為正常人腳踝量出來的血壓不會比手臂低太多，如果腳踝明顯低於手臂，就代表血在往下送的路上被擋掉了。講到這裡，這一支影片最重要的一段來了。這一段之所以重要，是因為它牽涉到實質的傷害。姿勢講錯了，最多是白學一場；動作做錯了，是真的會出事。抬腳還有穿彈性襪，這2件事在養生節目裡幾乎是標準答案，聽起來人人都能做，做了都有好處。但事實是，這2件事只對靜脈那一端的人有幫助，對周邊動脈阻塞的人，他們是禁忌。台中榮總的周邊動脈阻塞疾病衛教日常照護那一欄寫得非常清楚，穿寬鬆的保暖襪，不要抬高換肢。你把這2句跟前面對照一下，就知道有多相反。靜脈曲張的衛教叫你抬高雙腿，幫助血液回流；動脈阻塞的衛教叫你不要抬高換肢。靜脈曲張的衛教叫你穿有壓力的彈性襪，動脈阻塞的衛教叫你穿寬鬆的襪子。道理其實不難懂，靜脈的問題是血回不去，抬高腿讓地心引力幫忙，血就比較容易往上回流。壓力襪從外面擠一把也是同一個方向的幫忙。動脈的問題是血送不下去，本來就已經送不夠了，你把腿抬高，血還要多對抗一段地心引力才到得了腳，更送不到。你再套一雙有壓力的襪子從外面壓，等於把已經很窄的動脈再壓一下。衛福部台北醫院的提醒就是這樣寫的，彈性襪壓力過大會擠壓動脈血管，反而影響血液循環。所以壓力襪的禁忌名單裡面明明白白列了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、中度到重度的动脈硬化，還有曾經接受動脈繞道移植手術的人。同一雙襪子，同一個抬腳的動作，一種人受益，一種人受害。這就是這支影片標題那句話的答案。我再說一次，
有糖尿病、有抽菸、走路會跛、腳整天冰冷的人，先給醫師評估，再決定要不要穿彈性襪，要不要抬腳。這件事不能自己決定。接下來講彈性襪怎麼看，我只講規格，不講任何牌子，也不講在哪裡買。第一件要記住的是，彈性襪的重點是壓力，單位是毫米汞柱，不是坊間常說的單數。單數講的是紗線的粗細，跟醫療用的壓力等級是兩回事。台中榮總的衛教依照國際的壓力分級分成4級，第一級是18到21毫米汞柱，適用於輕微的靜脈曲張，還有需要久站工作的人。第二級是23到32毫米汞柱，適用於已經有症狀的靜脈曲張，手術之後還有深部靜脈血栓的病人。第三級是34到46毫米汞柱，適用於靜脈潰瘍跟輕度的淋巴水腫。第4級是49毫米汞柱以上，用在中度以上的淋巴水腫。這裡有一個很常見的誤會要打掉，壓力等級不是愈高愈好，等級是拿來對應狀況的，不是拿來對應努力程度的。你穿了第3級不會比穿第1級更認真養生，只會更不舒服，而且可能不適合你。要補一句，不同醫院、不同國家的標示略有差異，也有20到30、30到40毫米汞柱。這種分法實際要以醫師的處方跟包裝上的標示為準。還有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，彈性襪不是鞋子尺寸對就好，它是要量腿圍的，腳踝、小腿肚、大腿的圍度都要量，長度也要選對。這件事請醫師或是合格的醫療器材通路幫你量，幫你選壓力等級。壓力選太低沒有效果，選太高會不舒服，甚至有風險。再來是實際的做法，這一段有醫院的來源可以依循。先講抬腳，台中榮總的靜脈曲張衛教說，把雙腿墊高，高於心臟大約15到20公分，或者說讓腿抬到45到90度，幫助下肢的血液回流。時間怎麼抓？同一家醫院的深部靜脈血栓衛教寫的是，抬高患肢15到20公分，或是45到90度，一次大約15分鐘，每3到4小時重複一次。還有一個細節，要避免膝關節長時間過度伸直，也就是不要讓膝蓋整個繃直卡在那裡太久。實務上就是用枕頭或是折起来的棉被墊在小腿下面，讓整條腿都有支撐，不是只把腳跟架高。再講彈性襪的穿法，最好的時機是早上剛醒來，還沒下床的時候，因為躺了一整晚，腿部腫脹的程度最低，這個時候最容易穿進去，效果也最好。如果已經下床走動過了，可以先躺着抬腿15到20分鐘再穿。還有一個時間點要提醒，如果你的工作是整天站着，彈性襪的意義是撐過工作的那幾個小時，所以出門前就要穿好，不是等到腳已經脹起來，下班回家才想到要穿，腳都腫了才套上去，不但難穿，壓力分布也不會是原本設計的樣子。反過來說，晚上睡覺那段時間腿本來就是平的，靜脈的壓力最低，一般不需要整晚穿着，真要穿還是聽醫師的。除了洗澡跟睡覺，衛教建議每天都穿。靜脈曲張還沒開刀的人，通常需要長期穿着。手術之後，建議至少穿6到12個月。穿的動作也有技巧，不要用硬拉的，硬拉容易把襪子拉壞，也容易在腳踝那裡堆成一圈。比較順的方式是先把襪筒往下翻起來，套進腳掌跟腳跟，再一段一段往上推平。推平這件事很重要，因為彈性襪的壓力是設計成腳踝最緊，往上愈來愈鬆，一旦捲成一圈卡在小腿肚，那個位置的壓力就不是原本設計的樣子，反而会勒住。手指沒力的長輩可以請家人幫忙，或是問問醫療器材通路有沒有輔助穿襪的工具。保養的部分，建議準備2到3雙替換着穿，每3到6個月更換一次，因為布料用久了會鬆，壓力就不夠了。有一句話我要講清楚，彈性襪的定位是減輕不舒服，延緩惡化，不是把青筋消掉，也不是把血管治回原狀。任何說幾天有感，1個月消掉的講法都不要信。抬腳也一樣，它幫的是當下的沉重感跟腫脹，不是把壞掉的瓣膜修好。還有剛剛講的抬腳跟穿襪，全部都建立在你的問題是出在靜脈這一邊。前面那個禁忌我再提醒一次，如果你有糖尿病，有抽菸，走一段路就要停下來，腳長期冰冷，請先讓醫師評估，確認不是動脈那一邊的問題，再決定要不要抬腳。
要不要穿壓力襪。除了抬腳跟彈性襪，還有一件成本最低的事，就是走路。前面講過，小腿肌肉是靜脈的幫浦，走路就是在幫這個幫浦工作。工作上一定要久站的人，可以每隔一段時間踮個腳尖，換一下重心，讓小腿肌肉有收縮的機會。必須久坐的人，起來走個幾步，或是坐着把腳掌上下踩一踩也好，這些都不會把已經浮出來的青筋變不見，但對減輕沉重感、減少傍晚的腫脹是有幫助的。至於要不要做，做多少，走路就會痛的人，一樣要先問過醫師。至於治療，從生活調整、彈性襪，一直到各種手術方式都有，那是醫師依照你的等級跟整體狀況去決定的。這一支影片不討論，我要你帶走的是前面那個順序。最後一段講什麼情況要立刻就醫，不是明天再說，是馬上。第一種，突然發生的，只有一隻腳的紅、腫、熱、痛，小腿壓下去會痛，這個要想到深部靜脈血栓。第二種，腿腫之後又出現胸痛、胸悶、喘不過氣，或是咳出血，下肢跟骨盆的深部靜脈血栓有可能造成肺栓塞，這是有致死危險的狀況。出現這些就直接掛急診。第三種，患肢變得蒼白、發紫、腫脹、麻木、冰冷，或是感覺變得怪怪的，變得不敏感，這三種都不要拖，也不要先自己抬腳、自己穿襪子觀察看看。還有一種不算急診等級，但一樣不能拖的狀況，就是小腿或腳踝上的傷口，過了2個星期還沒有要癒合的樣子。不管它最後查出來是靜脈性還是動脈性，慢性傷口都要給醫師看，不要自己買藥膏一直換下去。臨床上真的有人是2種都有，腿上看得到明顯的曲張靜脈，同時走一段路又會跛，這種人最不能自己判斷，因為靜脈那一端叫他穿的東西，動脈那一端不准他穿。去看診之前，可以先把幾件事整理好，問診會快很多。第一，青筋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？這一年有沒有變多、變粗？第二，會不會腫？什麼時候最腫？第三，走多遠會需要停下來休息？這個距離最近有沒有變短？第四，有沒有糖尿病、高血壓、高血脂？有沒有抽菸？抽了多久？第五，家裡有沒有人也有同樣的狀況？自己有沒有得過血栓？這5件事講清楚，醫師要不要安排超音波，要不要做踝弓動脈壓比值，判斷會準很多。我要再說最後一次，這也是這一支影片最該記住的一句：小腿浮起來的青筋是靜脈瓣膜關不緊，血回不去；動脈阻塞是斑塊塞住，血送不到。2件事方向相反，但外觀看不出來，而且2者完全可能同時存在。只有血管超音波跟踝弓動脈壓比值檢查能確定你是哪一種。所以今天你要做的事只有一件：如果你的小腿有浮起來的青筋，或是走路會跛，腳整天冰冷，先去掛心臟血管外科或是血管外科，做完超音波跟踝弓動脈壓比值檢查，拿到醫師的判斷之後，再來決定你要不要抬腳，要不要穿彈性襪，要穿第幾級，順序不要顛倒。